失落的地图与共鸣之旅。我是一名探险家，或者说曾经是。如今，我更像是一个寻觅者，寻觅那些被遗忘的角落，寻觅那些隐藏在时光深处的低语。我的名字可以不被提及，因为这次旅程的主角并非是我，而是那张早已泛黄却承载着无限可能的地图。那是一次偶然的发现，在一个尘封已久的古董店里，它静静地躺在一堆无关紧要的杂物中，仿佛被时间遗忘的孤儿。当我小心翼翼地将它展开时，一股古老而神秘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地图上的线条勾勒出我从未见过的山川河流，标注着一些奇特的符号。这些符号我曾在古籍中依稀见过，它们似乎指向一种失落的语言，一种与南自然深层连结的语言。孤身旅行比跟团游更易让人深度地发现自我，我深知这一点。我独自一人打包了简单的行囊，便踏上了这段未知之旅。我并非为了名利，也不是为了征服什么，我只是被一种无法言喻的冲动所驱使，仿佛身体里面某个部分正在被这张地图所唤醒。离开繁华的都市，我钻进了一片连绵的山脉，这里的空气清新的沁人心脾，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。我背着沉重的背包，沿着地图上模糊的指示前行。越往深处走，越是能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磁场，它似乎在引导着我，又似乎在考验着我。旅途并非一帆风顺，我有过迷失方向的窘迫，有过突如其来的暴雨，甚至有过与野生动物擦肩而过的惊险。每当我感到疲惫和沮丧的时候，我都会拿出那张地图。地图上的符号在某些时刻会发出微弱的光芒，仿佛在低声告诉我坚持下去。我在旅途中越是敞开心扉，我获得的友谊也越是真诚。我遇到了一位生活在深山里的老猎人，他头发花白，目光却如孩童般纯净。他从未离开过这片山林，却对这里的每个角落了如指掌。我向他展示了地图，他看着那些奇特的符号，眼中闪过一丝惊奇。他说，这些符号是他祖辈流传下来的，代表着山林最深处的秘密。老猎人告诉我，地图上标记的那个静谧之湖是山林的核心，那里蕴藏着一种奇特的能量，能够与万物产生共鸣。他说，只有心怀虔诚和敬畏的人才能找到它。我感谢他的指引，也更加坚定了前行的决心。如果你们准备好随时改变行程，那么你们的旅程就会增加15%的惊喜。我一直相信这句话。我曾有过一个周密的计划，但这张地图以及我在旅途中遇到的种种，都让我不得不一次次地调整我的方向。每一次的改变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。我曾在一个隐蔽的山谷里发现了一处古代祭祀的遗址，那些石碑上的雕刻和地图上的符号惊人的相似。我仿佛听到了千年百年的回响，看到了那些古老民族祈祷的身影。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了历史的重厚以及人类文明的传承。沿途的美景可把我惊艳坏了。我曾见过如同翡翠般碧绿的溪流，也曾攀登过直插云霄的险峻山峰。我曾在一个黄昏的时分，看到千上万的萤火虫在夜空中飞舞，如同坠落的深沉。这些景象远远超出了我之前的所有想象。这张地图，它不仅仅是一张纸，它更像是一把钥匙，一把打开我内心世界的钥匙。我开始更加仔细地观察周围的一切，去聆听风的声音，去感受阳光的温度，去理解花草树木的语言。我发现这个世界比我想象的要更加活泼，更加充满生命力。我曾在一个寂静的夜晚，坐在篝火旁，看着跳跃的火苗，回顾着这段旅程。
我的相机在雨中不慎被泥水弄湿了，但这些微小的意外却让我更加珍惜眼前的宁静。我开始明白，真正的探险并不是征服南自然，而是与南自然和谐相处，去感受它的脉搏，去理解它的呼吸。真正的探险就是挑战未知的自己。我曾害怕过孤独，害怕过失败，害怕过未知。但在这段旅程中，我一次次地突破了自己的界限。我学会了如何在荒野中生存，如何去辨别方向，如何去应对各种突发状况。我发现我比我想象的要更加韧性得多。我终于来到了地图上标记的静谧之湖，湖水清澈得如同明镜，倒映着蓝天白云以及周围葱郁的山林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淡淡的清香，让人心旷神怡。我坐在湖边，静静地感受着。当我把手伸进湖水时，一股温暖瞬间传遍全身。我闭上眼睛，仿佛看到无数的光点在我眼前闪烁。我能清晰地感受到，这湖水它不仅仅是水，它是一种流动的能量，它连接着万物，它在低语，它在歌唱。无论面对的是壮丽的山河，还是简朴的小镇，都是一种难忘的经历。这句话我终于深刻地体会到了。在旅途中，我曾见过恢宏的瀑布，也体验过乡村淳朴的生活。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魅力，每一个地方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。我曾以为这张地图指引我的是一个具体的地点，一个宝藏。但随着旅程的深入，我渐渐明白，真正的宝藏并非物质上的财富，而是心灵上的感悟，是与自然的连结，是自我认知的升华。这张地图，它就像是一个影子，它把我带到了一个全新的维度。我再也不是那个只关注物质世界的探险家，我变成了一个能够感受能量，能够与南自然产生共鸣的寻觅者。旅行可能会治愈你内心所有的疲惫和迷茫。这句话在我身上得到了印证。在出发之前，我的内心充满了困惑和不安，但我在这段旅程中找到了内心的平静，找到了生活的意义。我决定将这张地图留在这个静谧之湖旁。我知道它还会指引着更多的人去探索，去发现，去与这个世界产生更深的共鸣。而我呢，则会继续我的旅程，带着这份感悟，去寻找属于我自己的更广阔的、更美好的天地。当我准备离开时，我回头望去那片湖泊，我仿佛看到湖水中闪烁着点点星光，它们在向我挥手告别。我微笑着，我知道这段旅程将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我曾一度以为我是失落地图的发现者，但现在我明白，其实我是被这张地图所发现的。他在寻找一个能够理解他、能够与他共鸣的人，而我很幸运，成为了那个被选中的人。我沿着来时的路一步步地走回，山林依旧，阳光依旧，但我的内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能感受到脚下的土地，每一棵树，每一朵花都在向我传递着他们的故事。这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行，更是一次心灵上的回归。我明白了，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一张无形的地图，一张关于生命、关于存在、关于与世界连结的地图。而我们要做的事情，就是去解读它，去跟随它，去发现那个更广阔的、更美好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。我走出了山林，回到了人群中，但我知道，我与之前已截然不同。我带着这份领悟，继续我的生活，继续我的探索。我知道，在这片充满奥秘的世界里，还有无数张失落的地图在等待着被发现，在等待着被共鸣，而我也一直在路上。